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6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47.34，收盘价是251.4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5.28，最低价是在246.2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并且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6928.25万股，与前一个交易日基本持平。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那在零轴的上方呢，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当前的多头趋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1月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档后的反弹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上行，站上了5日均线值，并且也突破了10日均线值。然后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高位震荡。那么收盘价呢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部，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但收盘价呢是站上了5日均线值，也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那虽然说成交量平但是我们会看到成交量是略增。那出现这样的指标呢，说明股价会继续上行。对，但是呢，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是留有长长的上影线的，说明上方是有一定的压力的。那日后如果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但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而再次恢复下行的一个走势。所以我们会看到当前的这根 K 线呢其实是给出了一个不确定性。那么还有长长的上影线呢出现反弹，这又是止涨的信号 K 线。所以说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还是重复说明，必须要有一个多头的力量的进入，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攻。甚至有可能由于市场信息也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跳空高开的一根上涨的 K 线。当然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跳空高开盘，然后反转向下出现一个横盘的走势，这也是有可能的。对，因为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特斯拉股价是夜盘的时间，现在是在259这个位置。由于有大选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介入吧，那么股价呢，其实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对，但是依照我们这样一个 K 线信息呢，我们后续会给出两个选择，就是说会继续有一个向上或者向下横盘的一个走势。好，那么我们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然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个信息，就是在前一期视频我们提到过这个2根绿 K 合并和这几根红 K 合并，它们形成的是一个
叫做长红吞噬，也就是右侧的这个实体长红 K 线啊，实体部分是包含于左侧这个绿 K 的也就是它的实体部分。那么所以说出现这样的长红吞噬啊，这是一个下跌的动能。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能够成为底部的话，也就是日后啊，这根11月4日这根 K 线最低，也就是在238这个位置，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不能够支撑住股价，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进入到更深度的回档。好，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补充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238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46附近。而实际在11月5日收盘价是在251.44，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到246，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同时呢，收盘价的性质也不同，那当日的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仅仅是一个方向相同。对，好，那么目前特斯拉股价出现了反弹，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我们会看到，对于11月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274。那在到达274之前啊，目前我们原来给出的一个压力位是250，现在已经是突破了这个位置。那目前在到达274之前，260在这个位置，对，265还有270，这3个位置仍然是股价在反弹过程当中的强压力。也就是目前站上250之后啊，上方紧接着一个压力位就是260。260呢是这根10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好，那么我们再来看，那如果274如果被站上呢，将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那继续向上的目标呢，就是上方的299。对，好，那这是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目标现在不变，虽然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反弹，那么238呢成为了一个前低，所以我们要再等待一根 K 线，甚至2根 K 线，才能看看是不是238可以成为一个下行的目标。目前这个位置啊，它仅仅是一个支撑位。对，那么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212。那在到达它之前，238正好20均线值呢也会到达这个位置，这是一个支撑位。还有一个支撑就是这条上行的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应该是在221附近。那这2个位置将成为股价在到达212之前的2个强支撑。好，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缺口的中线在230这个位置。好，那么212如果被跌破呢，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那么第2个目标就是203，接下来第3个目标就是182。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6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是这根小红 K 线实体的上沿是在244.5这个位置。那我们会看到11月5日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出现了反弹，收在了高位。那么到了
11月6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250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250呢，实际上它是整数关口，但同时呢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位置。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股价如果能够在250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那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出现一根反转向下的 K 线的，也就是出现一根下跌的 K 线。好，这是观察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0%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这2根绿 K 的收盘价各5%进场，成本价是在264.5附近。那么我们之前给的止损位呢，一直是守243，或者说是守20日均线值238、237这个位置。那么在11月4日收盘价这个地方呢，是并没有跌破我们给出的第一个止损位。虽然我们取的是整数，但是在前一期视频我们去对比了一下，就是说收盘价还是在这根绿 K 最低上方的一点，对，所以那么这样的一个仓位呢，之前是没有被止损出场的。那么到了11月5日，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在11月5日收盘价是在251.44这个位置。那对于多头来说，虽然说是股价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也站上了前高，但是呢成交量也是略有量增，但并没有一个大量的增幅。那么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解读的时候说了，现在目前呢是有美国这样一个大选的一个信息可能会这个影响股价的走势，所以在这个地方多头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的，或不可以加仓的。对，好，那么这10%的仓位，到了11月6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我们继续守20日均线值，或者说是守这根红 K 的最低，是在238这个位置。因为如果股价出现了在这一波反弹的过程当中，只要不超过274，再出现反转向下，只要跌破238或者20日均线值，那么这个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那股价将会下行。所以我们继续守20日均线值。好，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呢，目前由于出现了这样一根长长的上影线，那么我们认为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应该也是在255，算是一个位置。对，那么空头目前其实要守的就是从目前的股价的收盘价的位置，一直到274这个区间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那么空头目标就是下方的这条趋势线220和下方的212。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55到256之间，它包括前高。第二个压力位是260，第三个压力位是265，第四个压力位是270到274。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48到242到250之间，是从248到250之间。然后第二个支撑是246。
第3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在238到239之间。第4个支撑是230，然后第5个支撑是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是在221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1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么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如果出现下行，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3，下方最低会到达246，对，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9附近。如果最低价到达了243，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将会收在245附近。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3的，在这个位置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在盘中会回踩到250，最高上方会到达259，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55附近，在这个位置，也就是不超过前高。那么出现这样的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